在古神之地的第3层，亡灵以惊人的速度飞向出口，几乎瞬间就接近了30丈内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1000丈长的裂缝在出口漩涡上方的虚空中突然裂开，红光闪烁，血腥之气四溢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亡灵心中一惊，但迅速镇定下来，放弃了原本计划在漩涡处施展的古地手诀，而是果断冲入漩涡之中。紫色闪电在他身边凝聚，将他拉入漩涡深处。在漩涡的刹那，亡灵目睹了血色裂缝中出现的高大狰狞妖魔修士，他们带着狂喜之色向漩涡冲来。亡灵心中忧虑，但身体已经消失在漩涡之中。妖魔们紧随其后进入了漩涡。亡灵从漩涡的另一端出现，没有停顿，迅速冲出，来到一个巨大的广场，四周环绕着几十根通天圆柱。广场中央是一座圆形的传送阵，散发着妖异的红光。亡灵没有直接进入传送阵，而是从储物袋中取出黑色毒箭，折断出10多根断刺，并在它们上施加了禁制。随后，亡灵喷出金色丹气，融入断刺之中，使它们围绕残影之圈旋转。他毫不犹豫地踏入传送阵，血色光幕升起，将它包裹。亡灵被传送至气海之外，而传送阵内的血光逐渐消散。亡灵留下的残影之圈化作禁制，包裹传送阵，断刺深深刺入阵内，毒素扩散，使阵法由红光转为黑色光芒，但很快又恢复为红色。血海妖魔从第4关入口处出现，发现阵法被破坏，需要3个时辰才能恢复。亡灵在传送过程中感受到骨肉分离之感，随后被无形之力拉入漩涡，身体仿佛消失，只剩下神识。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蓝色的世界，天空和地面都是蓝色的，这里似乎是古神气海穴之外。亡灵分析出自己应该已经进入了古神体内了，感慨自己可能是第一个真正进入古神之地的修士。他预感到妖魔不会放弃追击，决定尽快离开。他查看预检，得知古地记录的离开手诀共有400多组。亡灵开始打出手诀，直到第34组时，体内的灵力开始波动。他继续打出剩余手诀，最终形成了一个反方向旋转的漩涡，但漩涡立刻崩溃。亡灵明白这手诀的危险性，它可能会引起自己体内灵力的紊乱，甚至破坏金丹。他也深知2种不同方向的漩涡相撞可能产生的后果，但同时也意识到离开此地的契机可能就在这种碰撞之中。尽管如此，亡灵决定不再尝试了，而是寻找其他方法离开这诡异的古神之地。在古神之地多次探索后，亡灵在确认自己无法通过已知的手诀离开，尝试进入天逆空间，幸运地发现空间并未受限，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潜在的逃生途径。随后，他检查了古地的储物袋，发现其上的神识仍然存在，推测古地可能并未死去。亡灵巧妙地用自己的神识包裹了储物袋，阻止古地的感应，为后续可能的行动做准备。亡灵以极快的速度在古神体内飞行，目标直指古神的识海，因为那里藏有炼制净幡所需的墨尖石。在飞行过程中，他发现古神体内寂静无声，没有遇到任何静止或生物，这让他能够专注于前行。然而，随着他体内灵力的波动和远处深蓝色气浪的出现，亡灵知道这潜在的危险。气浪的压迫感和灵力的异常波动迫使他迅速逃离，最终他利用天逆珠子成功躲避了气浪的冲击。与此同时，6域魔君在第3关出口处经历了一场生死较量，他的身体在与游魂的争斗中受到了严重损伤，元婴濒临崩溃。在绝望之际，他手中的神秘骨骸发出金光，驱逐了体内的游魂，为他赢得了一线生机。6域魔君抓住机会，利用这副骨骸的特殊能力，成功逃脱了游魂的围攻，并迅速向出口飞去。在漩涡中，6域魔君不惜牺牲自己的元婴，使用复杂的法诀激活了手中的骨骸。这副骨骸实际上是古神之地传承的关键，6域魔君经过1000年的研究，终于掌握了它的奥秘。他利用骨骸的力量，创造出了一个旋转的漩涡，准备借此离开古神之地。这个手骨不仅是传承之物，也是他能够自由进出古神之地的关键。6域魔君在准备离开时遭遇了意外，他信心满满的准备通过漩涡离开，但漩涡却在关键时刻崩溃消散，紫色闪电随即落下，将他吸入第3关的出口内。与此同时，天魔散人暗中观察，心中暗自期待6域魔君能够成功，因为他有着自己的计划和目的。另一边，亡灵在古神的气海外飞行，他的方向已经改变，向上而行。尽管飞行了很长时间，但周围的景象似乎没有变化。若非他使用神念探查，还以为自己在原地踏步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多次避开了气浪的冲击，这些气浪似乎是灵气构成的，让他对古神之地的神秘力量感到震惊。正飞行间，亡灵蓦然身子一顿，他二话不说，一点没心，整个人瞬间进入天逆空间内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白光在不远处闪现，待光芒消散后，6域魔君一脸木正地现出了身影。他的面色阴沉，检查了手中的金色手骨后，突然注意到了周围的环境。他感受到了浓郁的欲念波动，这让他感到难以置信。6域魔君利用法诀吸收了周围的黑色雾气，这让他感到惊喜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元婴恢复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6域魔君开始疯狂地吸收古神体内的各种欲念，
他的修为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。天魔散人在远处观察，心中暗自得意，因为他的计划正在逐步实现。好徒儿，当年为师就算准，你的痴念将是修行中最大的一道沟壑。可现在看来，这痴念将是助老夫最终成功的直接原因。六欲魔君的痴念和对修为的执着，正是天魔散人计划的关键。最终，六欲魔君吸收了所有类型的欲念，他的玄天魔欲诀超越了创始人天魔散人的预期。天魔散人兴奋的大笑，迅速向六欲魔君所在的地方冲去，心中暗自感激六欲魔君为他的大计所做的贡献。而天魔散人则在背后操控着一切，利用六欲魔君的痴念和执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我的好徒儿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不枉老夫当年收养你，这一次你就全当是报恩了。亡灵身处天逆空间之内，这个特殊的空间赋予了他观察外界的独特能力。自从他的修为提升至结丹中期，尤其是经历了第3关中游魂的考验后，他的神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，使得他在天逆空间内的感知能力更加敏锐。通过手中的发光体，亡灵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外面发生的一切。亡灵注意到六欲魔君现身前的漩涡，意识到他是通过第4关的传送阵来到这里。亡灵决定在六欲魔君离开后再现身，以免与他碰面，因为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。然而，接下来六欲魔君的行为让亡灵大吃一惊。六欲魔君吸收的力量让亡灵感到眼熟，他回想起六欲魔君在通道中施展魔功的场景，亡灵心中生出疑惑，觉得六欲魔君吸收的过程似乎过于简单，就像是一切都已经为他准备好，等待他来吞噬一样。亡灵能清晰地感觉到六欲魔君的实力在不断增长，六欲魔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，玄天魔欲诀达到了大圆满的境界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满足，几千年的追求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。六欲魔君甚至有信心，即使面对他的师父天魔散人，他也依然不惧，有信心一战。这种信心源自于他吸收的古神之欲，6种欲念融合成的特殊力量，让他能够操控别人的生死。但是六欲魔君的感慨并未持续太久，他的面色突然一沉，很快又露出一丝狰狞。远处一道如流星般的身影正迅速向他所在的位置冲来，这一幕让六欲魔君警觉起来，说道：老家伙，既然你不顾及师徒之情，就休怪我杀师灭祖了。六欲魔君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身子怡然不动，冷冷地盯着那越来越近的身影。六欲魔君与天魔散人之间的师徒对峙达到了高潮，六欲魔君面对师父的背叛，心中涌起一股冷意，他决定不再顾及师徒之情，准备与天魔散人决一死战。天魔散人则因为六欲魔君成功吸收了古神之欲而感到狂喜，因为他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。亡灵在天逆空间内通过天逆珠子的神奇作用，将外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天魔散人与孟驼子外形有点像，都是妖魔般的古怪肉身，而且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，天魔散人竟是六欲魔君的师傅。亡灵心中一震，对千年前进入古神之地的主谋身份有了猜测。六欲魔君施展欲念之灵的法术，试图与天魔散人抗衡，但天魔散人同样施展出这一法术，显示出他对玄天魔欲诀的掌握。六欲魔君虽然对法术有所改进，但天魔散人却以古为翼，将六欲魔君手中的金黄色手骨夺走，化为己用。亡灵这才想到，六欲魔君之所以能轻易吸收古神之欲，原来背后都是天魔散人在操控。六欲魔君立刻选择撤退，但天魔散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天魔散人利用六欲魔君的精血和修为作为祭品，打开了通往古神神识之地的通道。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弟子，也要实现自己4000年来的梦想。亡灵目睹了天魔散人以六欲魔君的欲念化为5条长龙，逐一撞击在通道的裂缝上，最终成功开辟了一条通往古神神识之地的通道。天魔散人在通道打开后，试图取出一个浅蓝色的圆形冰晶，但在这时，他发现有人正在破解他布置的禁制，正迅速接近。他脸露不甘，他布置的禁制是最强的，充满多种禁制，破解虚实。他花费多年精力准备，确保安全，但没料到出现吞魂，导致血海主人命令魔化修士进入古神体内追击。尽管有变数，他仍坚持计划，但他迅速做出决断。他果断地从通道内的10丈冰晶中抓出1/3，然后迅速关闭了通道，使其恢复成虚无的状态。天魔散人虽然心痛失去冰晶的大部分，但他更重视自己的生命。天魔散人正准备将手中的冰晶按向额头时，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传来，威胁他不要有任何行动。这个声音属于朵木大人，一个在血海内仅次于主人的10大血海战将之一，其实力远超现有朱雀星的修真等级。朵木大人是一个上古修士，因特殊原因存活至今，他的实力和地位都让天魔散人不敢轻举妄动。天魔散人强作镇定，向朵木大人问好，不敢有任何反抗的动作。他清楚，即便吸收了冰晶，也需要时间来消化，而朵木大人若要杀他，仅需一瞬间而已。朵木大人身穿红色道服，紫发，容貌普通，却有着让人紧张的独特气质。他第一眼并没有看向天魔散人，而是看向一处虚无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。亡灵在天逆空间内感到心惊肉跳，
因为朵木大人的目光仿佛能够看穿天逆珠子，直接注视到他。王林感到震惊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遇到有人能够察觉到天逆珠子的存在。他深吸口气，目光闪烁，思考着对策。与此同时，天魔散人在朵木大人的目光下感到全身被看透，但他作为血海中的老手，自然有应对之策。他体内运转起一道古怪的灵力，逐渐驱散了那种被看穿的感觉。朵木大人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天魔散人手中的冰晶上，他伸手一抓，冰晶便从天魔散人手中飞出，落入朵木大人的掌中。这一举动无疑表明了朵木大人的权威和实力，天魔散人不敢有异议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冰晶被取走。天魔散人表面上虽然未露声色，但内心却是极度痛苦。他体内的古怪灵力旋转，掩盖了他的内心波动。面对朵木大人的询问，天魔散人恭敬地解释了冰晶的来历，声称这是他弟子六域魔君全身修为所化，并表示愿意将它献给朵木大人。然而朵木大人对此并不感兴趣，他轻轻一用力，便将冰晶捏碎，化作点点金芒消散。天魔散人目睹冰晶的消散，感到极度的震惊和失落，但他无法反抗朵木大人的意志。朵木大人嘲讽天魔散人将冰晶视为宝物，随后要求一起去寻找吞魂。在朵木大人的力量下，天魔散人被带走，离开了原地。王林在天逆空间内观察了这一切，心中对冰晶的充满了好奇。当冰晶被捏碎后，他曾想出去查看，但最终按捺住了冲动。就在一炷香后时间过后，冰晶的金芒在虚空中重新凝聚。王林见状，决定冒险出手，从天逆空间中闪出，抓住了重新凝聚的冰晶。王林抓住冰晶后没有停留，迅速离开现场。在飞行了1个时辰后，他开始对手中的冰晶进行探查，但发现无法将冰晶放入储物袋内。王林决定效仿天魔散人之前的动作，将冰晶按向自己的额头。冰晶一接触王林的额头，便自动钻入他的体内。然冰晶进入王林体内后，并没有立即带来任何变化。王林在体内寻找冰晶的下落，却一无所获。他开始怀疑冰晶是否真的如朵木大人所说，是一块无价值的东西。但就在这时，王林感到脑部传来一阵微弱的疼痛，这疼痛迅速加剧，变得剧烈无比。王林试图进入天逆空间，却发现自己的神识被一股力量阻断，无法进入。他立即盘膝坐下，内视身体，发现识海之外被一层蓝色光芒包裹，疼痛正是从这里传来。王林忍受着剧烈的疼痛，而一道蓝色的光环从他头顶飘出，画出无数触手，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茧状物，将王林包裹在内。随着蓝光的辉映，四周的虚空出现涟漪，一股强大的吸力将巨茧拉入其中，巨茧随即消失在虚空中。涟漪平息后，一切恢复平静。不久，一个魔化的修士出现在原地，他四处探查，但未能发现任何异常，最终离开。在古神体内，魔化的修士们进行着细致的搜索，尽管他们对这里的环境似乎极为熟悉，但仍然未能找到他们所追寻的吞魂。这些修士们清楚，找到吞魂对他们的未来至关重要，因此他们并未放弃。与此同时，王林在被触手包裹成巨茧的状态下，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。他的视野中出现了繁星点点，感觉自己在快速移动，却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感。在这个状态下，王林目睹了一幕震撼的场景：一个巨人即古神盘膝坐在一个星球上，轻易地毁灭了一颗星球，并从爆炸中取出金色液体，随后将其滴在一个婴儿身上，并将婴儿投入到星球的核心。王林意识到，这巨人就是古神，而那些球形体实际上是星球。古神的强大让王林认知到，他们之所以几乎消失，是因为庞大的身体所需的灵力是极其可怕的。王林通过心念移动到了婴儿所在的星球，并沉入地底，找到了被金色液体包裹的婴儿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星球上的修真者越来越多，但没有人能察觉到婴儿的存在。直到有一天，婴儿苏醒，引发了一场浩劫。他吸收了星球上所有的植物精华和灵气，导致星球上的自然灾害频发，最终整个星球沦为死亡之星。少年从星球的爆炸中走出，自称为古神图斯，并告知王林他将传承部分记忆给他。王林从这奇异的状态中苏醒，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晶莹剔透的薄膜内。这一下他明白了，天魔散人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古神的传承。古神的传承分为力之传承和意之传承，只有当2种传承集于一身时，继承者才能成为新的古神。但并非所有古神都能被传承，只有那些修为达到一定程度，并且在死亡后身体保存10万年以上的古神，才有一定几率产生传承。而且古神的传承还需要古神自愿放弃悠久的生命为代价，这使得能够产生传承的古神非常稀少。王林的脑中多了3个金色的古字，古神诀。他明白了天魔散人的真正目的。古神一族的培养方式极为残酷，他们将幼子随意放置于星球之中，利用整个星球的物质作为成长养分，直至幼子长成，星球也随之毁灭。这种培养方法虽然存在失败的风险，但古神一族对此并不关心，这也是古神数量稀少的原因之一。王林通过传承的记忆了解到，古神体内并无外界传言的法宝或丹药，那些传言不过是别有用心者编造的谎言。他得知
荔枝传承早在数万年前就已被人获得，而自己获得的是一支传承，要离开古神体内，对于一支传承者来说并不困难，只需在古神识海内心之所动即可。然而，亡灵获得传承的方式并不是常规，他需要前往识海。通过传承记忆，亡灵对识海有了深刻的了解。要进入识海，必须先获得古神荔枝传承，以此来推动古神体内的灵力，打开识海之地。亡灵还了解到古神图斯放弃生命凝结成传承的原因，以及古神一族流传的神秘神通末流化神术。图斯试图通过逆行修炼，在死亡的瞬间保持分尸不灭，达到与末流化神术相同的效果。但一个红发男子的闯入改变了一切，他抢夺了荔枝传承，并与图斯的神识大战，最终导致图斯神识破灭。识海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化作封印困住红发男子，另一部分变成神识死海，隐藏着完整的一支传承。亡灵通过传承记忆，对事情的全貌有了更深的把握。他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古神诀，一套不完整的功法神通，其精髓在于掠夺。亡灵得到的前2层口诀让他心动，相信按照这功法修炼，结成元婴不再是奢望。亡灵利用新获得的能力和知识，在古神体内穿梭，躲避追捕。他轻易地在古神体内移动，甚至在被魔化修士发现和锁定时，也能利用口诀拉长与对方的距离，或是直接进入空间缝隙消失。魔化修士们虽然联合起来搜索亡灵，但每次在他们锁定亡灵的瞬间，亡灵总能神秘地消失不见。最终，亡灵从容地穿过裂缝，出现在祖窍穴内，也就是子府识海之外，准备亲眼观察一分为二的神识死海，并计划实施一个大胆的计划。通过古神诀的帮助，亡灵在古神体内如鱼得水，即便是面对众多魔化修士的追捕，也能轻松应对。亡灵面对着子府识海，这颗庞大的圆球被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，一半是血海的血红色，另一半则是神识死海的灰黑色。当年古神图斯与红发男子的战斗，最终以图斯的败落和识海的一分为二告终，形成了血海和神识死海，前者封印了红发男子，后者阻止任何人获得一支传承。亡灵对天魔散人感到敬佩，他曾以古神欲念推动，神骨指引，耗时数千年，开辟了一条暂时连接神识死海的通道。若非中年男子的出现，天魔散人或许早已经得到了全部的古神记忆，如今便宜了亡灵。亡灵决定进入神识死海，但刚一临近，便遇到了阻碍。一股灰色雾气散发出无形的阻力，阻止他前进。亡灵尝试从不同方向突破，但始终无法穿透这片灰雾。亡灵沉默片刻，喝下灵液恢复后，开始施展法诀。他的双手快速变换，身前出现了数个残影之圈。随着他双手向前一按，残影径直化作环形扩散。亡灵随之跃起，双手掐诀，双脚缓缓踏出，一道黑芒从他脚下闪耀，蔓延至全身。亡灵身前凝形出一个头颅大小的黑色球体，散发出虚无缥缈的触手。他低喝一声古神魄，双手向两旁一甩，右脚再次向前踏出，黑色球体如同闪电般冲向灰雾。古神魄的威力在于以庞大的灵力破解禁制，而非攻击。亡灵的禁制残影首先与灰雾接触，雾气开始融散，但随即又有大量雾气补充上来。紧随其后的是古神魄凝练的黑球，它在触碰雾气后碎裂，4排气浪交错推动，硬生生在浓密的雾气中打开了一个缺口。亡灵化作流星冲进了缺口内，他知道时间紧迫，缺口正在缩小，而前方仍然深不见底。为了加快速度，亡灵再次喝下灵液，施展出另一个黑色光球，甩向旁边，气浪得到加强，再次向四周推动。亡灵明白，古神魄的使用对他身体的负荷很大，超过3次将会对身体产生危害。亡灵尝试使用古神魄法术穿透灰雾，但发现其底部是雷电层和黑色海洋，其中有着巨大生物，显然这是一个危险之地，不是他能够硬闯的。亡灵果断撤退，回到安全之地。他清楚，要离开古神躯体，必须进入神识死海，但这需要古神荔枝传承者的力量。亡灵沉思后，将目光投向血海，推测红发男子可能与魔化修士的行动有关。他猜测红发男子寻找2个吞魂的目的，是为了帮助自己摆脱血海的封印。亡灵进一步分析，认为红发男子操控魔化修士，可能与孟驼子的复活、端木吉和汪清月的被抓有关。他猜测红发男子的计划需要2个吞魂才能完成。亡灵决定不轻易寻找红发男子，而是进入天逆空间闭关，冲击元婴期。他利用古神诀的功法开始修炼，使用灵液和丹药提升修为。古神诀的第1层功法包括夺灵、吞灵和化灵3个阶段，是古神从出生起就开始修炼的基础法门。亡灵在天逆空间内不断修炼，他的修为迅速增长，突破了结丹中期，进入了结丹后期。他甚至使用了珍贵的万丈蛟龙髓液，进一步增强了金丹。尽管他服用了丽婴丹，但元婴期的突破并未如预期般到来。经过3个月的不断修炼和尝试，亡灵的金丹变得强大，但还是没有突破到元婴期。他的储物袋内的丹药和灵液所剩无几。亡灵意识到结婴的难度远超预期，最终他决定暂停修炼，离开天逆空间。
亡灵原本是想侥幸达到元婴期后进入古神体内的，但现在他选择了另一条路，撕开空间缝隙离开，并诱使魔化修士追踪他。孟驼子等魔修迅速围住他，孟驼子向亡灵抓去。亡灵提及他的主子的封印，使孟驼子犹豫。正当孟驼子再次出手时，一冰冷声音响起，命令他停手。孟驼子及其他魔修都半跪在地上，称呼这名中年男子为朵木大人。中年男子现身，眼神冷漠地盯着亡灵，确认他是吞魂，并命令亡灵跟他走。随后打开一个巨大的裂缝，亡灵和朵木进入了一个紫黑色的空间。这里与亡灵预期的血海不同，空间内法器环绕，每个法器旁都坐着一个修士，他们保持着人形，并未魔化。这些修士在亡灵和朵木进入后，开始在法器上打灵诀，激活了一道紫色光芒。朵木转身，目光闪烁着盯着亡灵，而亡灵则退后几步，右手放在储物袋上，谨慎地观察着对方。亡灵尝试使用古神记忆中的法诀逃离，但被紫光阻止。朵木对此无动于衷。修士们告诉朵木，他们只能支撑3炷香的时间，要求朵木尽快交代情况。朵木询问亡灵为何要现身，亡灵表示是为了离开古神之地。这时，一个红脸修士打断了对话，警告说一旦拓森的封印被打开，所有人都会死亡，只有拓森能离开。红发老者解释了他们最初来到这颗星球的目的，以及如何遇到强大的修士拓森。他们发现拓森对古神之地非常了解，并邀请他们一起破除封印。他们使用剑阵与拓森对抗，成功进入古神体内，但随后发现拓森获得了力之传承，并与古神的神识展开了大战。拓森最终被封印成血海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找到了破解封印的方法，包括利用吞魂来吞噬封印分石。修士们透露，他们被拓森种下分石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修士被擒，用以破解封印。他们暗示亡灵的出现可能会改变现状。朵木和其他修士表达了对拓森身份的怀疑，他们猜测拓森可能是古神图斯死后怨念凝聚而成的邪魔之物。他们警告亡灵，如果贸然进入血海，他将成为拓森破解封印的工具，并在封印解开时死亡。老者提出了合作的提议，表示如果亡灵帮助他们，他们也会给予亡灵后路。亡灵对此不为所动，他沉默地思考着修士们的话中有多少是真的。亡灵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他需要权衡修士们的话的可信度，并考虑自己的安全。朵木和其他修士对亡灵的态度转变了，从试图说服到威胁。他们表示，如果亡灵不合作，宁愿杀死他，也不愿意留下潜在的威胁。他们提到时间紧迫，建议如果亡灵继续拒绝，他们将采取其他措施。亡灵心中闪过讥讽，他认为如果禁制真的有效，这些修士不会浪费口舌与他交谈，而是会直接使用禁制控制他。亡灵推测，这些修士之所以不使用禁制，可能是因为没有任何禁制能在红发男子拓森面前隐藏。亡灵询问修士们想要他做什么，老者回答说，他们希望亡灵进入血海，在拓森进入神石死海后施展一套法诀。这套法诀是古神神石所化的巨人曾经使用过的封印之术，他们经过多年研究，有30%把握成功，但如果由亡灵这个吞魂来施展，把握可以提高到70%。亡灵对此表示怀疑，认为以他结丹期的修为去封印拓森是不现实的。老者解释说，他们并不期望亡灵真的封印拓森，而是希望利用亡灵引动吞噬的分石，触发古神神石的神石死海，使其再次变成封印，彻底封住拓森。为了说服亡灵，老者提出无论成败，都会送给亡灵一个强大的法宝——混元驱兽圈。这个法宝能够短时间内收服并操控任何兽类，包括仙兽，但所需的灵力随着被套兽类的强大程度而增加。亡灵面对朵木和其他修士的威胁和利诱，保持了冷静和理智。他没有被混元驱兽圈或极品灵石所动摇，而是坚持要求更多的保证，以确保自己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离开古神之地。朵木对亡灵的拒绝感到愤怒，但老者阻止了他，继续与亡灵谈判。亡灵提出要求，要老者等人的本命法宝作为抵押，以确保他们履行承诺。老者经过一番考虑，同意了亡灵的要求，将10件法器封印后交给了亡灵。亡灵收下了法器和极品灵石，随后询问了离开古神之地的方法。老者告诉他，一旦拓森被重新封印，他们将一同离开，关键在于神石死海内。亡灵虽然内心有所保留，但表面上接受了老者的解释。在达成协议后，亡灵被带到了血海，这是一个充满血色的世界，有着倒立的锥形石柱以及一个巨大的通天石柱。亡灵注意到了石柱上的红发男子，他散发出强烈的狂傲气息，让亡灵感到压抑。随着魔化修士陆续回归，包括朵木等人在内，他们各自找到位置，盘膝坐下，目光都集中在亡灵身上。亡灵成为了唯一飘在半空中的人，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修士，发现了熟悉的身影，如孟驼子、端木吉、汪清月和天魔散人。在血海之中，红发男子吉拓森感受到了亡灵的存在，他命令游魂帮助亡灵凝结魂核。游魂虽然犹豫，但最终还是遵从了命令，牺牲了自己的力量，帮助亡灵凝结出了魂核。亡灵的神识因此变得更加强大。
他现在才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个能够制造游魂的吞魂。红发男子拓森随后开始解除自己的封印，他从体内逼出红芒，这些红芒是古神图斯的粪石。拓森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将这些分石释放出来，希望借此解除封印。然而，这个过程并不顺利，因为每释放一部分分石，血海中就会重新产生更多的分石来补充。亡灵意识到，解除这种封印需要2个吞魂的合作，一个吞魂吞噬分石后需要时间消化，这时另一个吞魂可以继续吞噬，以此来形成一个缓冲，避免分石不断增加。但即便如此，成功的可能性依然很小。